果然，央视霸占收视榜只是常规操作。要说当下能够傲视群雄、成绩可望不可及的电视剧，还得是上新央8的《问心》。医疗剧能播成这个效果，收视率一骑绝尘，逼近 1.5， 确实有点东西。确实，国产剧市场在稳步前进，似乎所有题材都成为了大爆款，可唯独医疗板块急流勇退，怎么拍都被骂。这2年战绩不错的，也就湖南卫视的《白色城堡》了，单元故事丰富，群像喜剧吸睛，可奈何其中医疗知识离谱到家，剧情也看不过去，最后也是扑得无声无息。而《问心》首先在医生的会诊流程、急诊科日常情况，还有手术的过程都非常详细且专业。不少专业人士在开播后都来捧场，毕竟是央视小长假后甩出的第一张王牌，质量自然是没得说。但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吐槽声却越来越大。有人表示看到19集真的看不下去了，甚至有人直接对编剧大胆开麦，反正弃剧的理由非常一致，无外乎是某个角色设定以及剧情走向。这回咱就来看看到底为何《问心》这部央视医疗大剧口碑与收视率截然相反。除了男女主，这剧里真没几个正常人。赵又廷饰演的周晓峰就不用多说了，一表人才的努力型人才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主任医师，为人稳重踏实，团结同事，全世界优点集合于一身。就是为了凸显男主的好，编剧是真的绞尽脑汁，给他设计各种难题，甚至塑造了一个更年轻的天才型人才，拿二林一来折磨男主。每次他一开口，都要震碎我的三观。马路边捡来个病人，恰好送到男主这边，周晓峰开完单子，又正好遇到个继续做手术抢救的病人，回来之后老爷子就不见踪影。而周晓峰还要继续会诊，马不停蹄地接待一个又一个病人，结果这个病人没做一项检查，倒在了急诊。林毅说，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，我不管，就是你的问题，你是杀人凶手，你说什么我都不听，不听王八念经。当众怒怼同事，出了会议室后，同事还劝他不要这么激进，林毅反手就是一句有错还不让说了。后面还是一副愤世嫉俗的状态，而且只跟男主正面刚，好像上辈子与男主有仇一样。没完全了解清楚情况，大骂他误诊，侮辱他的医德，道歉就3个字，对不起，然后就像没事人一样。女主看不过去来质问他，林毅，我已经跟他道歉了 OK。 对天对的对空气，小时候连医生的一句我们尽力了都能让他记恨。而男主就像没有脾气一样，永远包容他，背对背侮辱也毫无情绪，甚至在他犯错后还能对上司说是自己的责任。就连给男主分的官配都莫名其妙。陈月是律师，他来找人取证或调查，在医生工作时就这么坐在旁边看着，甚至在病人面前直接问他有没有受到医生或护士的暗示。这样的人，男主都能狠狠爱上，咱也不知道周晓峰上辈子造了什么孽。提起毛晓彤，相信大部分观众对她的印象都是灵动可爱，在剧中就算是配角也能脱颖而出。然而如今的她是真的扛不住央视的镜头，精修剧照长这样，笑都笑不开，苹果肌已经聚成了一坨，整张脸又肿又平，戏份没有3番的金世佳多，可每次亮相观众都忍不住出戏。一旦光线不讨喜，明明没什么褶皱的脸却显得非常疲惫，突兀的双眼皮，怎么也挤不出的抬头纹仿佛被撑开了一般。演技也没什么太多的亮点，这到底是咋了？其实问心的滤镜还是比较厚重的，磨皮也开了不少，可全都掩盖不住毛晓彤这张脸的不自然。而戏份比女主还多的金世佳也没好到哪去，本来人设就不讨喜，演技异常浮夸，刻意将表情放大来诠释人物的情绪浮动。要么金世佳就是面无表情，他习惯性的就是向下看，没有任何眼神的交流，就是念台词；要么非常浮夸，让人看了想笑。喝水不能好好喝，必须撅起嘴摆出莫名其妙的表情。或许金世佳是想制造一些笑点，但正剧里的笑点与喜剧还是完全不同的，正常人会做出这种表情吗？林毅再年轻也都30岁了，自己喝水演给谁看呢？想要表现人物的成长，这在剧里是比较正常的故事线，但青涩稚嫩不代表要装嫩干什么都莽莽撞撞。
林毅是执拗，不是情商低出地平线。金世佳与赵又廷对戏就要疯疯癫癫，只差了几岁，却像孩子一样冒失。与毛晓彤对戏又是偶像剧式表演方法，不合时宜的卖萌让林毅变得更加割裂。如果设定是20岁，我还能理解，但30岁对待领导还是这种表情动作，未免也有点太过了。其实赵又廷的演技也没太精湛，但他全程比较沉稳，原声台词非常自然，对比之下反而显得演技突出。再加上赵又廷和金世佳对手戏极多，每次看见他俩都有种父子既视感，不是性格上的反差，是智商上的。与孙俪同台，理想之城大爆，与杨幂对戏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出圈，可这回又是央视剧，就算是赵又廷也就不回来了。当下的剧情，周晓峰的感情线已经有了些眉目，而林毅还并不知道方小然与周晓峰的兄妹关系。律师陈月又故意去向患者引导关于医生与护士职业道德的问题，想必后面还会有更大的矛盾出现。这感情线该如何发展？另一边林毅又怎样向方小然摊牌？这都是剧情一直在埋伏笔的关键情节。本来以为男女主是兄妹，这医疗剧绝对能干大事，错不了。结果从男女主一条感情线变成了各自一条感情线，女主男二这一生之间就必须得在电视剧里谈恋爱了。只希望后面的剧情能接得住，要不口碑真的有点堪忧了。